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王聊聊频道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特异功能。在中国大陆，由于法轮功事件，特异功能都被打入了封建迷信的冷宫。从最早的耳朵认字、手指认字等等，均被认为是封建迷信。其实，在中国大陆，表面上特异功能被认定为封建迷信，其实我相信政府和军方正在秘密加紧研究。证据便是从我们能看到的资料中，这些有实力的特异功能人员都被调到了所谓的研究所，为政府和军方工作，力争能使中国的特异功能研究能够站在世界的前列。而事实上，中国对特异功能的研究也确实在世界的最前列。因为世界各地都有特异功能现象，但是好像只有中国不仅有特异功能的现象，而且还有古老的特异功能系统的理论，从佛家、道家和中医的典籍中都对特异功能有详细的论述，所以可以使得中国对特异功能的研究站在世界的最前沿。前几年，台湾台大校长李世臣研究手指识字等特异功能，更是发现了所谓灵界的某些现象，并对其加以了科学的论述，从而也掀起了另一波的特异功能的高潮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叫郑祥龄。郑祥龄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正大制药集团董事长谢炳的妻子。著名的太极华人谢国民是他们的叔叔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郑祥龄本人及其娘家有一种奇异的超常透视能力，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，却至今奥秘未解。在陕西绥德县境内，有一个幽静而闭塞的村庄，疏疏落落的窑洞，勤劳朴实的庄户人家，其中有一户郑姓人家，这户人家连续3代都具有超常的能力，或称为特异功能，被当地人称为活神仙家族。活神仙家族的第一代郑维业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，他的眼睛能看透人的5脏6腑，鲜红的血液，白色的骨骼，绿色的苦胆，像一幅彩色的活画展现在他的面前。看来古书上所记载的名医扁鹊，他的特异功能绝非杜撰，而是确有其事。一次，郑维业给一个有钱人看病，告诉他，你的食管里长了一个小瘤子，要早点治。那有钱人却说，我请人卜过卦，我是富贵命，你别咒我。这个有所谓富贵命的人讳疾忌医，结果过了半年就死掉了。有钱人的子女胡说是郑维业咒死了他们的父亲，说郑维业是妖魔附身，一时间谣言四起。愚昧的乡民回想起郑维业说谁要死谁就活不长的往事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愚昧的谣言像自己捡来的干柴，一点就着，烧昏了乡民的头脑。在有钱人家族的蛊惑下，他们把郑维业吊在一棵大树上，活活打死了他。死的时候，郑维业只有40岁。郑维业的妻子郑郭氏
是一个坚强的女人。丈夫死后，她一个人拉扯着6个孩子生活，在艰难的困苦中，在人们的唾骂声中，她终于把6个孩子都抚养长大。有一天，17岁的大儿子郑德海突然对妈妈说：“我也能看到人体骨头了。”郑国氏吓坏了，连忙捂住儿子的嘴巴，不准他说，也不准他看。活神仙家族的第2代就这样埋没了。20多年过去了，郑维业的6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，二儿子郑德志也有6个孩子。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，第2个孩子郑祥龄，第3个孩子郑豆豆都具有特异功能。郑豆豆刚出生时全身滚烫，像一团火。上小学的时候检查身体，小豆豆的正常体温竟是摄氏41.5度。有一次他发烧，普通体温计水银柱冲到顶端量不出来，改用水温计来量，体温高达47摄氏度。此外，他有一种特殊的透视能力，能隔着铁、陶瓷、砖等障碍物看到物品。他能看到妈妈藏在柜子里、缸里、箱子里的零食，还能隔着墙看到对面屋里的人在做什么。他现在就在某公安大学学习。郑豆豆的姐姐郑祥龄从记事的时候就害怕天黑，因为到了夜间，她就会看见白天的爸爸妈妈变成2具骷髅，她总是吓得大喊大叫，成了有名的夜哭娃，9医无效。后来西安来的姑姑把她带回到家里，让她单独睡，夜里哭的毛病不治而愈。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早上天还很黑，郑祥龄和同学结伴去学校，他突然看见小伙伴们跳动的心脏和红色的血液。他告诉了伙伴，并问他们：“你们看我的心也在流血吗？”伙伴们都说他傻，并认为他在说谎。一次在课堂上，老师叫他背书，他不会背，正仓皇失措，无意间他双手按在了合着的书本上，一行行倒写的签字忽然展现在他的眼前，他按顺序读了下来。不知情的老师给他打了满分。那时在街口有一个摆摊设赌的老头，赌法呢是从他的一只黑色的口袋里面摸里面的围棋子儿，如果能一次连续摸出8个全黑或者全白的围棋子儿，可赢得1瓶茅台酒。摸不对呢，就给老头输给老头1块钱。自老头摆摊以来，从来没有人赢过。你想那几率是多低啊！那天郑祥龄路过那里，疑似从口袋里摸出了8枚白的围棋子，后面又连续摸出了8枚黑的，老头不情愿地交出了1瓶茅台酒。后来他打听到郑祥龄的底细，收了摊子，悄悄地走了。郑祥龄有特异功能的消息很快传开了。1978年，西安晚报专门对他进行了测试。在测试中，他用手变出了记者裹在纸团里不同颜色的毛线，又用耳朵听出了许多汉字和图画。这以后，郑祥龄被西安医学院破例吸收为学生，后来又被特批应征入伍，调到了解放军某部做医生。
看看，姐弟俩都到了军方工作，社会为郑祥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，使他成了郑家3代中最幸运的，也是特异功能发挥的最充分的一个。尽管郑祥龄的特异功能是令人难以置信、不可琢磨、不可解释的，但一次次的考察和表演所记录下来的却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。1983年10月，郑祥龄在中央党校接受美、苏、西德等国专家的科学考察，主持人递给郑一个外面用铁皮密封的纸团，郑祥龄放入耳内，不一会儿就辨别出了是用圆珠笔写的“千古绝技，以目待睹”8个字。但是他发觉自己的特异功能也有失灵的时候，一般在女人特殊的周期时，或情绪低落、过度劳累时，它的功能就不能正常发挥，甚至目测透视的图像也非常模糊不清。他很着急，不能自我控制。特异功能现象并不罕见，全世界都有，但是从郑祥龄和他的弟弟追溯到他们的大伯郑德海到爸爸郑维业，一个家族连续3代都具有特异功能的现象却是举世罕见的。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，其中奥秘还是不得而解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评论，谢谢大家。